从鲁哀公问言和，窥探古人智慧。我们在生活里，我们都有寻求他人建议的经历，当遭遇毫不留情的批判，心里难免不是滋味。今天让我们走进庄子列御寇中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，挖掘古人的智慧，获取对当下生活有益的启发。鲁哀公对孔子的才能十分认可，打算倚重孔子治理鲁国，便满怀期待地问言和：我若重用孔子，鲁国能摆脱困境吗？言和听后神色凝重，直言：这恐怕很危险。孔子喜好粉饰，生民言辞浮夸，常把细枝末节当作关键，为迎合民众不惜扭曲，本性行为缺乏真诚，难以赢得民众信任。若让他主政，百姓可能流于伪善，国家前途堪忧。为后世着想，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在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中，批判伪儒学是常见主题。庄子认为，伪儒学教条背离人的自然天性，容易滋生虚伪和空谈之风。现实生活中繁琐的礼仪规范，让原本亲近的关系变得疏远，人们活得疲惫又虚假。在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里，庄子借言和之口批判儒学的自我包装，指出孔子的言辞会转移大众注意力，掩盖关键问题，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。故事末尾，庄子点评道：施于人而不忘，非天不也，伤甲不耻，虽以是耻之，神者弗耻。意思是做好事就念念不忘，寻求回报不符合天道，连追逐利益的商人都不屑于此，追求精神境界的人更难以认同。庄子还指出，外在刑罚来自刀斧和枷锁，内心刑罚则源于精神困扰和行为失当。只有真人能免受内外双重刑罚。做好事是否该求回报，一直备受争议。有人觉得求回报会破坏善举的纯粹性，也有人认为人有私心，没有回报便没人愿意行善。庄子提及此事，或许是想表明儒家对美德的大力倡导，容易让人们在做好事时产生功利动机。这种求回报的心理与做坏事怕报应的心理本质相同，都会折磨内心损害人的天性。而真人内心不为万物所动，不居功不惧过，逍遥自在。孔子对做好事求回报有着不同见解。鲁国曾规定，赎回沦为奴隶的同胞可获国家赔偿，子贡赎回人后拒绝接受赔偿，孔子却批评他此举看似高尚，实则不妥。若大家都效仿，以后就没人愿意赎回同胞了。孔子对人性的洞察十分深刻，相较于庄子的清高，他对人们行为的要求更贴合实际。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蕴含的智慧，在当下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交。一职场中的智慧启示在现代职场，庄子和孔子的智慧极具指导价值。团队项目中，部分成员热衷自我表现，把精力花在表面功夫上，就像孔子被言和指责的是与而化，从事华辞。他们过度关注个人荣誉，忽视团队整体目标，阻碍项目推进，破坏团队和谐氛围。这时团队管理者若能洞察人性，借鉴孔子的务实思想，合理设置激励机制，让付出得到相应回报，就能激发成员积极性，推动项目顺利进行。同时秉持庄子施恩不图报的理念，培养成员奉献精神，营造无私的团队文化，有助于提升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。日常生活的智慧指引日常生活中，这个故事也给我们诸多启示。面对社会不良现象，是直言不讳还是委婉应对，需要把握分寸。比如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做出不文明行为，直接指责可能引发冲突，委婉提醒既能达到目的，又能避免矛盾升级。这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平儿处理王熙凤手镯失窃一事时，既顾全了宝玉的颜面，又妥善处置了犯错的坠儿。这种处事方式值得学习。这个故事还促使我们反思自身道德行为，帮助他人时，我们是否怀着纯粹的动机，有没有不经意陷入施恩图报的陷阱。庄子倡导的真人境界，提醒我们保持内心宁静，不被功名利禄左右。孔子对人性的理解，则让我们明白，追求道德完善要正视自身需求，做到情理兼顾。社会治理层面的智慧运用，从个人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。鲁哀公问言和的智慧愈发重要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，需要在庄子与孔子的理念间找到平衡。要像孔子一样，深入了解民众实际需求，以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为例，而应深入调研，通过优化交通设施、合理规划路线等务实举措，缓解交通压力。同时
政策制定者也要学习庄子的超脱精神，避免被短期利益和政绩观左右，从长远角度规划社会发展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。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，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也能提供借鉴。全球化浪潮下，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相互碰撞，我们既不能盲目推崇外来文化，忽视本土文化价值，也不应固步自封排斥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，而是要以包容的心态汲取各种文化的精华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。如同团队合作中，不同成员发挥各自优势，实现共同目标。4个人成长的智慧启迪个人成长方面，这个故事对职业规划和人生选择有深刻启示。很多年轻人初入职场时会感到迷茫不清楚职业方向，这时不妨借鉴庄子的思想，审视内心，找到真正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。同时参考孔子对现实的洞察，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，将个人兴趣与社会需求结合，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。人生旅途中，我们难免遇到各种诱惑和挑战。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就像一座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面对利益诱惑，想想庄子倡导的施恩不图报，坚守道德底线，不被一时利益动摇。遭遇挫折时，学习孔子的务实精神，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不被困难打倒。在数字化浪潮下，鲁哀公问言和的智慧依然闪耀。互联网世界信息爆炸，虚假信息和浮夸言论泛滥，部分博主和媒体为博眼球或流量，炮制华而不实的内容，如同适语而化，从事华辞。平台管理者借鉴孔子的务实理念，建立合理的内容审核与激励机制，扶持优质真实的内容，能净化网络环境，倡导庄子施恩不图报的精神，鼓励创作者无私分享知识，能营造健康的网络文化。面对全球性挑战，如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危机，各国需在庄子与孔子的智慧间找到平衡。一方面，各国要像孔子一样积极沟通、协同合作，采取实际行动应对危机；另一方面，学习庄子超脱功利的境界，从全人类长远福祉出发，共同守护地球家园。教育领域同样能从这则故事中受益。教师教学时借鉴孔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，因材施教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，倡导庄子的精神追求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穿越千年时刻，提醒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，汲取古人智慧，在务实与超脱间找到平衡，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，不忘为社会贡献力量，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。当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鲁哀公问言和的故事，就会发现其智慧光芒在诸多先被关注的领域同样熠熠生辉。在艺术创作领域，创作者常常面临商业利益与艺术追求的两难抉择。一些创作者为了迎合市场，追求流量和收益，炮制出内容空洞、形式浮夸的作品，恰似被言和批判的适语而化，从事华辞。然而，真正杰出的艺术家往往秉持着庄子施恩不图报的纯粹精神，专注于表达内心的情感与对世界的思考，不为外界的喧嚣所动。同时参考孔子对现实的深刻洞察，关注社会民生，让作品更贴近大众生活，引发广泛共鸣，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。在医疗行业，医患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。医生若受功利心驱使，过度追求经济利益，忽视患者的真实需求，就如同陷入了施恩图报的误区。相反，若能以庄子倡导的真人心态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，不计个人得失，同时运用孔子的务实智慧，准确诊断病情，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，便能构建更加和谐、信任的医患关系，推动医疗事业的良性发展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也会遭遇各种复杂的状况，比如当朋友犯错时，是该像言和一样直言不讳，还是像平而委婉提醒，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。通过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，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自我，完善自我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